那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那种切削法。那为什么要产生这个新的平面呢？才有办法在这个圆柱上面再去做其他的，比如说平面啊，不一定是矩形啊，也可以是椭圆形，也可以是任何你可以画出来的形状，甚至你要用这个平面去做钻孔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魔剑队，我是雷系教师阿如。就是要来介绍有关于基准面的类型，有很多种哦。基本上你可以用到什么？可以去选取线段、平坦面、圆柱的面、基准面、基准轴、参考图圆等等的。它甚至可以产生的效果有什么？偏移，可以产生角度，可以平行，可以相切，也可以垂直。那这一些全部结合起来，总共可以归纳出10种的基准面建立方式。但请你至少要会6种哦，因为我们常常会开玩笑，出去产业很像在闯江湖一样哦，至少要会6种，你才可以闯荡江湖。我这边罗列出10种，里面呢标了蓝色的，这3个呢是一定要学会的，你可以再另外自己去搭配你觉得比较好用的3种。上基准面可以用参考几何里面的基准面去产生一个偏移的新平面，比如说100，往上偏移100，这边有一个勾勾叫做反转偏移，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往上，你要往下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你可以透过这个反转偏移去改变方向。那我想要往上，打勾。那接着呢，我再上基准面去画一个原始草图，比如说一个中心矩形好了，一个正方形好了，比如说100，两边选起来，人长的近，离开草图，上基准面再画一次，参考图圆，把刚刚的这个矩形呢复制起来，养料成型至某一面，哪一个面？平面1，这样你就可以得出100乘100乘100高的立方块。这个是偏移距离，甚至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去调整它的高度，100我改成60，它就变矮。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你的零件啊、草图啊或特征去做简化，用这种方式很好用，一定要记下来。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在这个地方 key 几杠，我要不要画草图？不用。我需要画一个三角形，也不用。你用基准面。第一个点，比如说我假设啦，中间点的这个位置点第一个点，中间点的位置点第2个点，中间点的位置点第3个点，或者是你觉得，我觉得这样子不 OK， 我想要点在这下面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看你的喜好啦。所以这个3个点会成型一个新的平面。这个平面呢，可以做什么事情？很多应用哦，比如说我用曲面，有没有？这上面灰色的这些标签页有没有？按右键标签。这个曲面的勾勾打勾就会有一个曲面这个虽然是进阶课程的东西，但是我偷教你们，算是一个讨假包。以后你要在这边切一个三角形，很简单，曲面除料，选这个平面，它会告诉你，请问你的方向是这个方向吗？它就是这个平面以外的会切掉。如果你的方向是朝内，有没有？这个平面左边的地方会切掉。就会剩下这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我想要改方向呢？它就会切外面。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，很简单的在外形上面去做变化。比如说你想要切出像骰子一样啊，或者是一些斜角啊，很好用，一定要记下来。那假设我想要去做旋转角度的这种操作方式，怎么做？首先你要告诉他。一个平面比如说平面2，一个轴线，让它可以旋转的那种轴线假设是这条线，假设啦然后呢，基准面，那它就可以帮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平面2沿着这条轴线旋转的一个面。比如说老师，可是不能输入角度啊，你看灰色的怎么办？我教你。前面的这个 icon 吗？你要点一下，它才可以输入角度。比如说90，打勾。我可以用这个面可以干嘛？我再去做曲面除料啊。外面我不要切掉，这个东西有没有越来越小块？很像在做那个
艺术品一样，你知道朱铭嘛，对不对？做那个太极的创作者，那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那种切削法。假设我想要在这上面啊，去做一个有角度的水管出来，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我们用前基准面，有没有？刚好在中间的位置啊，你不喜欢在中间，你就是前基准面再偏移，然后再来画就可以了。前基准面，然后画一条中心线。这条中心线呢，也可以随便画。比如说这样子，点加面，重合共点。不要尺寸，线加面。比如说60度，长度80。位置我想要偏一点，比如说15，那怎么做？参考几何有没有？第一个参考，你可以选点，或者是选这条线，都可以，看你习惯。我是喜欢先点线再选点啊，它就会呈现一个什么？这个面会垂直于这一条轴线，这条你自己画的中心线，从这个点上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垂直的面，那你就可以在这个面上干嘛？画草图。比如说我弄一个圆形，先随便画。然后呢，这个圆形的圆心对这条线贯穿，不要尺寸，50好了。这个圆形去做长料，反方向成型之下一面，你就可以做出一个不是垂直的圆柱出来，而且连在这上面，会很好玩哦。它超重要的，你一定要会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今天啊，如果想要去抓这个矩形的中间位置，是不是很好抓？你只要用评估里面的两侧面加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它们距离是100，所以100除以2就会是它们的中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很简单，没有错啊。我请问这两个面的中间面怎么抓？很难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很好抓。你可以用3个点抓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啦。那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基准面，这个面加这个面，按错，2个面选起来，它就帮你产生一个新的面了。现在我的面有点太多，我教你眼睛这个地方打开，有一个基准面的这个关起来，它就会把其他多余就我们刚刚做的那一些全部关掉，剩下现在预览正在跑出来的这个，这个是中间面啊，可以适合做什么事情？比如说你要做近摄，像这个圆柱，我想要近摄到这边的面上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打勾有没有？那现在不见了嘛，再叫出来。近摄在这里，基准面是平面5，然后特征是填料2，打勾，那它就帮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跑过来了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会中间面，你就得要怎么样？基准面，然后1个点、2个点、3个点，也可以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没问题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中间面不是只局限在点上面的，你可以这2个面啊，或者是上面、下面啊，怎么抓它的中间的面，很好用，所以一定要会。为什么要会相切面？因为这个相切面通常我们拿来做在圆柱上面的。那圆柱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面，按右键，你会发现，都没有画草图的选项所以我是不能在曲面上面画图的，不行。那怎么办？所以你就要用相切面的基准面。第一个你可以选择这个圆柱，第二个呢选哪里？比如说右基准面，这个右基准面跟这个新的平面产生垂直效果。我用前基准面给你们看，有没有？这个粉红色的是右基准面，这个蓝色的是这个我们预览跑出来的基准面，那它相切在这个圆柱上面，可是呢又跟这个右基准面产生垂直，
比如说，老师，那我不要跟右基准面垂直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跟别的？哦，简单，你也可以跟上基准面，那它们也会产生垂直效果。有人说，那我用前基准面可不可以？哦，前基准面也可以啦，哦，它都会产生垂直效果，你就要自己去抓你的需求是什么。那为什么要产生这个新的平面呢？哦，比如说在这个平面6上，我就可以去画别的东西，比如说画一个矩形好了。好，这个矩形我就不定尺寸了，我们就示范用。好，用这个草图5呢，长料往下长，成型至下一面打勾，你才有办法在这个圆柱上面再去做其他的，比如说平面啊，或者是做其他的效果啊。不一定是矩形啊，也可以是方形，也可以是椭圆形，也可以是任何你可以画出来的形状。但你一定要有这个平面，它才做得出来。甚至你要用这个平面去做钻孔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中间面跟相切面你一定要学会。OK， 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或分享阿如的频道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。